成为大朝氏第一，就能见到改命之法。好事，我想试试。大朝氏只剩3个月，现在修行还来得及吗？文道有先后，未必不能后发而先至。陈长生，我也会参加大朝氏，在那里，我们再分胜负。此次与诸天才争锋大朝氏，目标守榜首名。师父，师兄，终于到了这一天了。师弟他很喜欢读书。我记得，在他要下山的前一晚，他仍看书到夜半。我问他还在看什么，大朝氏历代的首榜首名如何？他们都是天才，很厉害。你也是。可我得赢过他们。也许你的对手会是个笨蛋，只是运气好。好，那就期待我会对上一个大笨蛋。未央宫前，我们约定再比一场。如今你做到了。加油！这小子竟真能进入决战！先生一定会赢。正统21年大朝氏首榜首名之战开始。第一场比试有道题：家国天下，何为治道？这道题你怎么看？我认为，是宋先生在联席讲学时提过的那个思路：民为邦本，本固邦民，有功于民，是为君也。那是国教1581年编修的版本，我引用的是82年的审定版。富有之谓大业，日新之谓盛德，生生之谓义。81版不失原意，82版意旨清晰，倒真说不准谁更准确。的确难分上下，但终究得分胜负。前些日子，我已作账。多谢提醒，可我是通幽，你怎么赢？好快！同样是通幽剑，他的阵源比天海圣剑强大太多。上次未央宫，你用问水剑应对我的渔歌3级，堪称完美。这是我在未央宫前用过的变招。那一战之后，我也有所感悟。上！这是你自创的招式，相当大胆。但一次点燃这么多真元，换期间必有稍许延迟。所以我赌，你一定会抓住这个破绽。先生必胜！你赌对了，只可惜你我境界差距太大。狗还是亮出命星了，就像太阳一样。陈长生就算有龙血之躯，终究不是秋山君那般真龙。但狗寒石的扶桑命星却是真的。扶桑，密剑，金乌将士。
万物成灰。失传千年的金乌秘剑，它是金乌血脉。不寒石可是在我骊山的培养下觉醒了最顶级的血脉，陈长生之流拿什么和我们比？你有龙血之躯，对上寻常通幽境还有些许胜算，但在我的金乌面前，你必输无疑。陈长生，你放弃吧，至少还能体面些。我没资格放弃，也不想放弃。那一夜初见，我就知道，只有成为通幽，才可能赢你。修行者以自身为地，命心为天。今生通幽，就是推开天地间的通幽之门，天地合一。所以，从成为坐照那一刻开始，我就在一遍又一遍地尝试通幽。没人能在这么短时间通幽，但你总能让我意外，所以我不会给你任何机会。9日离空。当你有什么后手，原来是想借我给你的压力，强行推开通幽之门。你太急了。通幽既是修炼心意，急于求成，只会败得更快。陈长生已经败了，为何还不叛军？先生，陈长生，够了！就算他不肯认输，我也要把他带出来。大人，他会死的。死，又或向死而生，取决于他的心能否开悟。这里是？没写完功课就跑出来玩，为师让你抄写的修行教义，可还记得？大道3000，以书为镜，可以明道理，见本心，心意所达，即是顺心意。那么，你的心意是什么？是求活？是抗争？是同道？又或是羁绊？师兄，看来那个笨蛋是我。有些事我们决定不了，但有些事我们可以选。希望在那之后，你可以多读一些你喜欢的书。师兄，
是我太心急了。所谓通幽，就是修炼幽符，而幽符即是心。一路以来，我本就一直在修炼心意。选择求活改命，是我心意；选择反抗不公，是我心意；选择向死而生，亦是我心意。一路以来，我做的都是我喜欢做的事。我从未愧对过我的心意。快看，陈长生又站起来了，他还能打。他在干嘛？不对，他怎么一动不动啊？不躲吗？心意到了，何须推门？我去，太牛了！却把所有小境界直接通幽，这怎么可能？他竟能一眼通幽！这孩子修的顺心意本就直指通幽大道，而他的无垢之体能让他吸收的星辉穿透血肉，直抵幽府，锤炼出通幽的心脏。所以这孩子早就已经踏上通幽之路。这种修炼方式，闻所未闻。10年修心，100日修行，厚积薄发，一眼通幽。一如当年的王之策，也是这般一夜悟道，继而成为一代强者。师傅，师弟通幽了。这就是通幽，直接炼通冥心，获得的星辉比左爪经多出10倍，精准100倍。他的一招一式都能看清了。16把天象步。他竟能瞬间看穿。
我记得那年冬天很冷，母亲清晨煮粥，冻凝后切成2块，我和她1人1块。如此，寒窗10载，寒食又是几载？贫寒，真是人世间最可怕的事。所以，我一直在坚持，一直在苦读修行。我告诉自己，要想保护重要之人，就不能输。还没结束。你我很像，都有各自的执着，那就看看你与我谁的信念更强大。他的气息在急速攀升，是失传1000年的道门禁术仙人渡。一眼通幽，纵然读遍3000道藏，也没有这样的事。能窃取天地伟力，强行激发潜能的道术，我也闻所未闻。至少这样，我们能打个痛快，奉陪到底。我还有一剑，我也还有一剑。先生参加大朝试，当然要拿首榜首名呀。这样下去会出人命的。来不及了。往后在神都，我就是你兄弟。虽然我们只有一件废园，但也许你会喜欢的。那里和山野一样滋养。飞血人心，剑出无归，国教真剑，天地一否，人间如舟，一块分之。
燃星与邓州。正统21年大朝士首榜首名士陈长生和他的国教学院。好耶，先生赢了！有你的先生是首榜首名。耶！我就知道先生一定能做到的，先生真是太厉害了！恭喜！最后那剑亦有机会。我这一剑是用来切龙舟的，龙舟是我母亲熬的，她在等我回家，所以我必须活着。抱歉，这对你不公平。你呢？难道真不怕死啊？我没有退路，所以哪怕穿着鞋，也始终还是个打赤脚的小子。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可鞋，对于我们这种人来说，本来就很奢侈呀。先生，师兄，我有些饿了。早上剩了些白粥，怕是冷了。冷粥尤佳。居然亲自主持仪式啊！看来教宗大人相当器重这位小陈院长啊！是啊，大爷，当真前所未有。孩子，你若不肯低头，谁能为你戴上桂冠？我一直觉得这桂冠设计的不好看，不过戴在你头上倒是很精神。师父，师兄，长生做到了。逆天改命的答案就在前方。看了这么久，还不加入国教学院吗？记得在这里扫码报名。你之前说要拿首榜首名，是有必须的理由。凌烟阁之行，可有成功？成，也未成。晚辈陈长生，为求改命之法而来。赤泽先生，得罪了。